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奇过呀？日本的很多姓氏看起来明明都是地名，为什么还能分出个高低来呢？为什么很多日本公司实际上的老板都是难得一见的姓氏呢？以前华族的视频中也介绍过，我认识一位现在在三得利的血汗办公室里做文员的大妈，她姓山阶，也是骄傲地说自己出生于上等华族家庭，一查她家以前还真是侯爵。其实现在呢，日本有超过30万个姓氏，很多自古传下来的高贵姓氏，在当代一直都是维持着几十个人的家族而已。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日本人姓氏的阶级排名。其实在以前的视频中，我就看到一些弹幕争论苗字是不是姓氏，这个其实真的特别无聊，有一种中日文来回倒，而且还是单线对应的感觉。两国在这方面的文化不一样，自然就没有准确对应的单词嘛。但是日文中无论是氏还是苗字，在我看来说成姓氏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因为日本人传统姓氏的起源大概要追溯到平安时代后期，当时公家贵族的人数严重膨胀，于是就开始大规模玩类似于分型几何的姓氏继承法。就像对公时咱两家还都是藤原家，但是私底下还是要区分一下，你家是三条家，我家是西园四家，大概就是这种操作。然后三条家和西园四家又可以分别进一步向下细分，再下级的家族独立久了成氏之后，又可以跳过三条家和西园四家，继续统称为藤原氏，再向下细分也一样。简单理解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也不能说日本人的姓氏起源于平安时代后期，在之前的人也是有姓氏的。我们以前的影片中也出现过更早几百年的半氏呀、举氏呀、菅原氏呀、小野氏呀、苏我氏呀这些，对吧？只是这种现在被认为是日本传统姓氏的结构，是到了平安时代后期才开始大规模流行的。总之后来日本贵族的姓氏大概就是这样玩的，而且相比起来，公家贵族未必热衷于此，只有武士们确实已经改了姓，又可能会有公家姓氏的需求，他们才都这样。武士随着升官，姓氏还会变得越来越长。最常被各路 YouTuber 拿出来举例子的织田信长啊，我也再用一次吧。平朝臣织田三郎信长，平是氏，朝臣表示他的地位和身份，织田是苗字，三郎是通称，最后的信长才是个人讳名这样。这本身也是他的出身还不够，有些真正大贵族的嫡流哪需要苗字，老子就姓平，哪有什么分家姓氏，从来只有我家往外面分，唯一一次我被分家，那就是从天皇家族层级降下啊，这个才叫真正的出身显赫，对吧？那么言归正传，给现在的日本姓氏排等级的话，T0级的姓氏那就是没有姓氏。在明治维新中，1875年，日本颁布了法令，日本人必须登记自己的姓氏。你可以胡乱编一个，但是不能没有。从此，日本只有一个家族没有姓氏，那就是天皇家族。因为天皇家族自称是神的后裔嘛，姓氏这种东西是人和人之间互相区别用的，所以他不能有姓氏。之后姓氏的阶级其实也是按照距离天皇的远近来的。第一级的姓氏是武社家，天皇之下自然就是公家，而公家的顶端就是武社家，他们是可以产生摄政官的家族。这几个姓氏分别是近卫、阴司、九条、二条和一条。社家这个称号是在镰仓时代中期才确定下来的，当时藤原氏再次垄断了公家，而武社家就是藤原氏的嫡系家族。在贵族时代，出生在武社家的孩子7岁时就会元服，然后就被允许穿着禁色衣物和进入宫廷。这个我们就很好理解嘛，和中国古代是一样的，不同的颜色只有某个阶级以上的人才能穿戴。进宫面圣也是一定等级的人才有的特权。然后武社家的人进入官职，那都不是萝卜招聘，而是拔萝卜招聘。通常是某些品阶够高的官职，会等着他们可以上任的时候再优先安排。如果遇上实在安排不过来的时候，那就把下位家族的官员替换掉啊，没有萝卜坑也可以给你拔一个出来。那可能有人就要问了，既然当初明治维新可以随便编一个姓氏，那可不可以搞一个武社家的姓氏，自称自己是大贵族呢？其实真的是可以的，只是这么干的人很少，大部分人都是搞那个田中呀、田边呀、野比呀、铃木呀之类的。毕竟村东头住着个田边，村西头住着个野比，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现在你说啊我姓近卫，恐怕反而是生活的底 buff 吧。顺带一提，其实改姓氏在日本一直都没有太大的限制，所以现在偶尔也有些人改个奇奇怪怪的贵族名字，在网上整些抽象活。第二级是清华家族，他们是仅次于武社家的名门，包括的姓氏有花山院、大吹玉门、三条、西园寺、菊亭、德大寺、九我、广藩、醍醐。
由于清华家族的这些姓氏中有不少都是非贵族地区的地名，当初就真的有很多日本平民借用了这些姓氏，所以现在即使是用这些姓氏的人，祖上很可能也不是大贵族。而且清华家族的列表是随着时间变化过的，广藩和醍醐这两个家族就是江户时代才晋升的清华家族，所以他们相比其他的清华家族显得地位就比较低。另外的七家直接就自称七清华，也有些其他曾经是清华家族后来又被排除了的，包括洞院、土御门、枯川、松殿这几个家族。在清华之下的第三级就是大臣家族姓氏了，包括正清町三条、三条溪、中院这几个姓氏。这些姓氏就已经很小众了，日本全国也找不出多少，找出来的多半可能就是他们的后人了。到大臣家为止是理论上能够产生太政大臣的家族。日本过去设有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内大臣4个大臣官职，虽然后来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也不是这几个家族来出太政大臣，但是他们之下的家族基本就是想都别想了。顺带一提，正清町三条家就是后来的嵯峨家，由于嵯峨本身就是地名，这个姓氏反而有了几千人的规模，另外2个姓氏现在全国也就不足100人。比大臣家更低一级的是羽林家和明家，其中羽林家一共66个姓氏，这些家族祖上是武官出身，之后又进入了文官政治系统，理论上的历史最高官职是大纳言。羽林家的66个姓氏又分属于9个不同的家族分支，再往上倒的话就大多数都是藤原氏了，另外还有一些出自源氏。羽林家的姓氏就包括花园、林小路、冷泉、石明院、山科、中山等等，很多都是些你在日本生活几年都未必能遇到一次的奇怪姓氏。明家也同样是理论上历史最高官位到过大纳言，但是他们的祖上是4重家族。明家的姓氏一共28个，这28个姓氏又分属于3个不同的家族分支，再往上倒的话还是大多数都是藤原氏后代，还有一些桓武平氏的后代。明家的姓氏就包括平松、冈崎、长谷、柳原、池尻等等。羽林家和明家之下的家格是半家，他们虽然依然是高级公家和贵族，但是在堂上家族中属于地位最低的。所谓堂上家族，就是只有资格进入天皇生活区域的家族。半家一共有26个家族，其中有些姓氏非常罕见，比如东坊城、西洞院什么的，现存人数好像都是个位数，但是也包括竹内、石井、藤井、吉田这些常见姓氏。半家是在镰仓时代以后才形成的公家等级，是向天皇家族提供专业技能服务的家族们，当然这些家族的传承都要比这个更早，所以半家的这些家族往上倒的话就不仅仅是藤原氏和源氏平氏了，虽然这几个大家族的后人也占了其中的1半左右，其他家族的就比如半家的土御门家就是以安倍晴明为主，阴阳道怎么就不是专业技能服务的？普通人能通神吗？超专业的好吧。还有一些专门给天皇家族提供儒学呀、医疗呀、历史呀、围棋呀这些专业技能服务的家族。到此为止呢，都是能够进入天皇生活区域的家族，往下的贵族家族就是见不到董事长的打工仔们了。第6级其他武士家族，准确的说这一级应该叫中低级贵族姓氏，只是现在印象中大部分都是武士姓氏罢了前面那些可都是高级贵族，别看已经分了很多级了，即使是最末尾的半家中一个给皇家储备衣物的家族，天皇集权的话那都应该是富甲一方的嘛。用前面那些姓氏的贵族大概只占了明治初期人口的1%，然后第6级这些流传下来的中低级贵族姓氏一般就是2种，一种是到江户时代为止定型的武士家族姓氏，另一种是旧贵族的领地姓氏，这些就特别好区分，因为江户时代苗字带刀是武士阶级的特权，旧贵族们也早就成了公家武士或者是纯粹武士化了，所以当代留下来的以曾经的苗字为姓氏的就是武士阶级和中下层贵族的后代。武士的姓氏大家都很熟悉吧，织田、德川、武田、上杉、毛利这些。领地名而来的姓氏就包括天童、山上、九流米这些。江户时代的武士大概只占了人口数的 7%， 但是有苗字的人会更多，因为武士如果阶级下降成了农民的话是可以保留苗字的，但是不允许登记在户籍册上这样。你可能会觉得剩下的 90% 左右的人都没有姓氏，日本人的名字又常常一样，岂不是很容易弄混？在江户时代日常来说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你最好不要希望用出生地加上自己的名字来做区分的时候，那多半就意味着农民们开始逃荒了。最后第7级真平民的姓氏，虽然很多用第6级里面姓氏的人其实都是平民了，但是好歹往上倒2代可能就阔过，剩下的这些第7级就是真平民的姓氏了。
这些姓氏有3个来源，其一是江户时代有些非武士家族私底下传承的，其二是1870年明治政府允许平民拥有姓氏之后取的，其三是1875年姓氏成为义务之后取的。为什么有1870年和1875年2次不同的规定呢？因为明治政府实在是太有德了。1870年听说了允许所有人拥有姓氏之后，庶民们都觉得我操，好事你会想得到我，很快就开始传言天皇要征收姓名税了，所以很多人并不愿意主动去登记姓氏。于是过了几年之后，政府只能强制执行了。这些没有什么贵族传承的姓氏，常见的就有佐藤呀、西村呀、山口呀、田中呀、林部呀，还有他们所在的地名这样。其实很多都有同款的贵族姓氏，这些贵族后代现在就没有办法用姓氏来装逼了。当然，小众姓氏的贵族后代恐怕也没有办法用姓氏来装逼，毕竟现在改姓氏是很随便的。以前和教授合作的公司里面就看到过一个名字立须真理爱，起初没有感觉，验出来之后惊为天人，克里斯玛利亚，据说是他自己改的啊，真秀，马秀。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 Hype 硬币点赞订阅呀，我们下期再见。